富山海这回是真的要来了，预计9月初上线，还未开播就已默默破了万，可见观众真的很急。这部由莲花楼原班人马打造成一主演的武侠新作，颇有接班连地再造爆款的势头。说起莲花楼，那可不只是爆了那么简单。2023年暑期播出至今，豆瓣评分稳在 8.5， 弹幕总量破 1.7亿，创投场历史最高。更绝的是当年剧集热度破万时，诚意一段手忙脚乱版 Queen Card 的魔性出圈，连央视都报道了，于是业内纷纷模仿，10个剧选9个跳，都想复制这种破圈名场面，但无意成功。只因莲花楼的成功，从来不只是跳个舞那么简单，而是剧集质量、演员、演技团队用心宣发，真诚的共同结果。2年过去了，他依然稳稳坐在武侠剧天花板的位置上，从未被超越。而富山海也仿佛继承了这种基因，诚意一人分饰，三角团队依然靠谱。预告片武侠感拉满观众期待值，也早已说明一切。所以真正的爆款不是靠模仿来的，而是靠用心做出来的。站在观众的角度，把故事讲好，把人物写实，把江湖拍火，比追逐任何短期热梗都更加重要。这一次富山海，或许正是下一个让我们心甘情愿沉浸式追剧的理由。在我平淡的生活中，诚意宛如那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为我的世界增添了无尽的绚丽色彩。若不是它，绿色于我而言不过是万千色彩中普通的一抹，不会成为我心中最爱的色调，不会一看到就心生欢喜。数字7也只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数字，不会在看到它的瞬间心头涌起一股暖流。那些为了能收获几分钟快乐而早早进入直播间蹲守活动的日子，那些在屏幕前翘首以盼的期待，都不会在我的生活里上演。若不是诚意，湖南怀化那个叫晨曦的小县城，以及晨曦里那个叫沙堆的地方，或许永远都不会出现在我的认知里。他们因为诚意而变得意义非凡，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在这个虚拟与现实相互交融的时代，我们虽从未谋面，却因为诚意这个共同的焦点产生了奇妙的联系。我们因它有了共同的话题，共同的爱好。诚意就像一根无形却坚韧的线，将散落在天南地北的我们紧紧串联在一起。因为它，我的生活多了数不清的期待。每一部新作品的问世，每一次公开亮相，都让平凡的日子变得熠熠生辉，有了盼头。在爱它的路上，我结识了许多同好，我们一起分享快乐与感动，这些都是意外的惊喜。那些深夜里的热烈讨论，那些共同等待新消息的时刻，都让这份孤独的喜欢之路变得温暖而充实。我们素不相识，但因诚意而产生的连接却无比真实。当身边人不理解这份喜欢时，我们互相安慰；当诚意在舞台上奋力前行，我们为他骄傲，也会为他担心。诚意就像一束温暖明亮的光，曾经不起眼的一切，都因为它而变得有意义。还记得小时候那个仗剑走天涯的梦吗？当现实愈发精致，却也愈发令人疲惫，心底那个关于江湖的梦反而愈发清晰。渴望一匹白马，一柄长剑，一壶清酒，纵身闯入那个快意恩仇的江湖。武侠是什么？是金庸笔下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的浩然正气，是古龙书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命运纠葛，是刀光剑影中的道义，是快意恩仇中的柔情，是石不破一丈，千里赴新城的洒脱，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情，更是中国人血脉里流淌了千年的英雄梦，骨子里对公平正义最朴素的向往。在规则日趋复杂的今天，武侠世界为我们提供了那份渴望已久的情感代偿。善恶有报，爱恨分明，侠者无畏，一剑在手即是公道。我们为什么需要武侠剧？因为这是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文化基因，是独属于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图腾。从史记游侠列传到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，侠义精神早已融入文化血脉，成为一种民族血性。正如网友推荐傅红尘时说，江湖豪情承载着民族血性。而从青云志里的林惊羽到莲花楼里的李莲花，陈毅早已用一个个角色为我们勾勒出侠者的轮廓。他或是隐忍坚韧的守护者，或是为信念奋不顾身的孤勇者，在他只见的身影中，总能窥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侠气，体味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情，亦让我们看到武侠的精髓不只是武力的较量，更是心怀天下悲悯众生的情怀与坚守。而备受期待的富山海则为武侠剧注入了新的惊喜。他巧妙地运用穿书设定，将古代与现代完美融合，让传统武侠故事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。这不仅是对传统武侠的大胆革新，更让现代观众得以跨越时空，在刀光剑影中照见自己的影子。当诚意在剧中化身多重角色，在命运交织中挥剑起舞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精彩绝伦的打戏，更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灵魂，在江湖中的跌撞挣扎与成长路透片花可见。
陈毅再次挑战自我，一袭白衣飘逸如仙，打戏行云流水。他为这部剧投入极大心血，无论是武打动作的打磨，还是对角色内心的深刻揣摩，都让人感受到他的专注与诚意。这种戏大于天的执着，何尝不是另一种侠义？我们之所以需要武侠剧，正是因为那个江湖中有最朴素的是非观，最炽热的情与义。当诚意直剑问天，笑傲红尘，我们也在现实世界中获得情感的释放与精神的寄托。它让我们相信，纵然世间有万千枷锁，心中的道义与勇气仍可劈开一切束缚。我们对富山海的期待值持续拉满，因为我们渴望看到诚意如何再次诠释侠的意义，不仅是武力值的巅峰，更是人格的完满与精神的升华。当他从莲花楼中放下的李莲花，走向富山海中拿起的萧秋水，我们仿佛也会跟随他的脚步，完成一场关于热爱与信仰的奔赴。所以我们期待的哪里只是一部富山海，更是那个让平凡人相信英雄梦的江湖，那份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浪漫与血性。相信当富山海播出之时，我们不仅能欣赏到陈毅行云流水的打戏和细腻动人的演技，更能在这个江湖梦中找回那份久违的豪情与热血。这才是武侠剧永恒的魅力，也是我们期待富山海的真正原因。它让我们相信，论世间如何变化，总有一些精神值得赴汤蹈火，跨越山海而去。这不仅是一部剧集，更是一面镜子，照见我们心中那个既渴望自由又向往正义的江湖梦。富山海见天地见自己。在这个明星频繁塌房的年代，诚毅却以一系列现象级人气频繁破圈。这位兼具实力与人气的演员，正用最质朴的方式重新定义顶流的内涵，不是热搜榜上的绯闻缠身，而是多家官媒文旅媒体争相盛赞。诚毅用赤子之心反哺家乡魏村 BA， 助力打 call， 更是跨圈层登上体育热榜第一。这个夏天，诚毅的忙格外耀眼。8月，现场国家红歌敢当这首献礼曲上线后，成为各平台推送的红色 BGM。各大权威官媒等上百家主流媒体发布93阅兵训练画面，配以敢当作为背景音乐。时隔半月，他被邀请讲述活力中国夏日故事，同时又奔赴村 BA 为家乡站台回望来路。他是不忘初心的演员，从艺之初便将拍戏赚到的第一笔收入就给家乡修路。在家乡遭遇洪灾，署名富士奇的捐款单出现在赈灾名单上，注销家乡黄桃与脐橙，连续3年参与家乡建设，用影响力反哺故土，全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。他是内娱少见的根正苗红不炒作不利人设有的，只是作品列表里不断增加的精品剧集，公益活动表上越来越多的参与记录。这种老派艺人的做派，反而让他在新时代中用一件件实事筑起公众的信任。这个夏天，我们看到了优质偶像最好的打开方式，既能在专业领域精益求精，又能将影响力转化为社会价值。这样的明星才是时代需要的正能量使者。3年归来，莲花楼仍是有效剧宣。这部现象级作品在时间的沉淀中愈发显现出长尾爆款的真正分量。剧宣引发着行业内的复刻标杆，当下90%的线下剧宣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演员跳舞这一形式，试图复制诚毅昆卡的破圈神话。早在舞蹈出圈前，诚毅通过扫楼活动引发首轮爆发，单日20万粉丝的惊人增长，印证了其强大的观众缘，为剧集打下了破圈基础。这场舞蹈风暴实则是剧宣破万之后的第2次出圈，没想到这支舞迅速冲破圈层壁垒，席卷短视频平台，成为全民模仿的昆卡风暴，让无数原本对诚毅一无所知的路人因这一舞入坑，继而回溯莲花楼，被剧中细腻的叙事与诚意极具层次的表演深深折服，最终产生席卷全网的链式反应。这种角色赋能演员反哺剧集的良性循环，使得莲花楼的长尾效应持续至今。舞蹈出圈是表象，角色共情是根基，而演技则是托起这一切的底层逻辑。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同类营销难以复制，没有李莲花的江湖气度打底，没有诚毅10年磨一剑的远生长。这或许正是当下内娱最需要补上的一课。与其追逐表面的热闹，不如回归表演的本质。